宝宝，想死我了。完了，亲不够，攒了7000公里的吻，今天得连本带利亲回来，少一下都不行。楼萧，陪我去个地方。哪儿？嘘，酒店。宝宝，你再说一遍。我说去酒店，就现在。念念，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去酒店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我要你，就现在。Around 4 in the morning, it was dark, I was lonely, and you swore to God that you know me, and I lied, said yes, so you'd hold me from the back of the hallway, 哥哥不哄人 pulled you into the doorway, 楼萧， 让你男朋友来。 we were both fucked up in the story. Your lips are cigarettes, like candy on my tongue. 念念，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楼萧，这辈子我只认准你一人。念念，现在要是后悔，一切来得及。楼萧，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别怕，哥哥在这儿呢。 You go down like liquid velvet, my wrist ain't no love. I was lost in the moment. 宝宝，你感觉怎么样？ You looking like I'm a secret, but you don't even try to hide it. You act cold, won't admit it. 完了完了，10点了。这么晚了，去哪儿？回家啊！我哥说10点前必须回去，超时他就把你腿打断。让他来。宝宝，什么灰姑娘门禁，咱不遵守了好不好？ 再陪我一会儿，就一会儿。该不会你提上裤子就不认人吧？你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吗？那床都还没凉呢。你别胡说八道，谁不认啊？你3次呢，你总得对我负责吧？不行，我之前犯错了，好不容易让我哥瞒着爸，要是再犯，下次连门都出不了。那你之后 还会不会来找我？会的，明天下午没课，我还来找你。明天你说的不许反悔，到时候我要亲个够。啊，行，亲个够。宝宝，真不打算留下？嗯？楼上，晚上好，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我要订一对情侣戒指 ，Harry Jenstens custom made。好的，楼上，请问您对款式有什么要求？预算大概在什么范围？男款无所谓，女款的主钻要大，要最好的粉钻，戒圈内侧刻字母 LXJN， 预算没有上限。她的手很白，手指细，戴什么都好看。明白了，楼上。
您之前已经在我这里留过您指围的数据，请问女款的尺寸是？9号、10号都可以。算了，帮我多做几枚女款吧，价格不是问题，要多少有多少。好的，我马上帮您安排设计师出图，预计3到5个工作日可以给您看初稿。慢慢做，做仔细。我要的是这辈子只买一次的东西。赶紧回房间，爸妈马上到家。知道了，知道了。念念，下来一趟。爸妈，你们回来了。怎么脸这么红？很热吗？房间里没开空调，有点儿。念念，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周末没什么特别的，可能去一趟实验室。那就推了吧。周末让小裴陪你去逛逛，吃个饭，看个电影。年轻人嘛，多出去走走。小裴？小裴？还能有哪个小裴？你未婚夫裴青树啊。裴家那孩子性格温和，人品端正，学业有成，做事也有分寸。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很上心。爸，我和裴青树只是普通同学。普通同学也可以发展发展吗？念念，爸不会害你。裴家这孩子是我这几年见过的最靠谱的年轻人，家境清白，又有真才实学，这是爸爸亲自给你挑的未来老公，准不会有错的。好，那我就跟裴同学出去逛逛吧，反正周末也没什么事。这就对了，爸爸还能害你不成？行了，上去休息吧。你看看你，一边逼着他跟楼家那小子断了，一边把裴家的孩子往他跟前推，你这样逼他，就不怕女儿恨你？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念念才18岁，他不懂。楼家那个小儿子再好，再能护他，他也是楼震山的种。楼震山什么人？方怡什么人？他要真进了楼家的门，能有好日子过？到时候被刁难，被算计，我这个当爸的，连替他撑腰都名不正言不顺。他恨我，总好过将来受委屈。恨我3年5年，将来有他明白的一天。要是嫁错了人，受的委屈是一辈子的。老婆，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恶人？那是我闺女，我不是非要她嫁什么豪门望族。裴家那孩子，我看中的不是她家世，是她这个人，温温润润的，有耐心，有分寸，跟念念一样都是学医的，两个人有共同语言。最重要的是，她看念念的眼神，我见过。我刚追你的时候，就是那个眼神。你少来。我说真的，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求她大富大贵，也不求她光宗耀祖，我只求她平平安安的，嫁一个能替她遮风挡雨的人，
往后几十年，有人疼，有人护，我闭眼的时候能放心。念念是我的小公主，是我这辈子最宝贝的。她想要的爱情我给不了，但我至少能给她找一个不会让她受委屈的人。阿昭，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念念她以后会懂的。子锦，帮我个忙。什么忙？拖住我哥。我哥下午会在我宿舍楼下蹲守，我没法直接从正门走。你帮我下去缠住他，就说我还在洗澡，什么都行，让他等一会儿。宝宝，你穿成这样出门，谁给你买的？我自己买的。怎么了？不好看？好看的我想把你藏起来，谁都不让看。别闹，先去你家，我怕我哥发现。金少，你怎么在这儿？念念呢？电话不接，消息不回。他在洗澡呢。他洗澡还要多久？我在这等了有一会儿了。你也知道念念洗澡特别慢，女孩子洗澡嘛，又要洗头，又要护发素，又要沐浴露，还得擦身体乳，没个40分钟出不来。40分钟？对啊，我刚才下来的时候，她连头发都还没开始洗呢。子英，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后团紧张允动了，我来找你。你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我来清大堵了你3次都没堵到人。靳少这么闲？我有话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静南，你发什么疯？松手！子音，那天我在露台上等你，是因为我想跟你表白。那个学妹我不认识，她凑过来问活动赞助的事。我当时在想，等会儿怎么跟你说，脑子全是你的名字，根本就没注意她站得有多近。晋南，你觉得我现在还会信吗？你说你不认识她，好，我信，但那又怎样？你季少什么时候缺过女人？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也不是你什么人。你不是我什么人？问自己，你以为我天天往清大来是为了什么？你以为我吃饱了撑的才天天跟着你屁股后面跑？那是因为我喜欢你。晋南，你混蛋！我是混蛋，混蛋喜欢你，从第一次看见你那天就喜欢，喜欢到我自己都觉得离谱。我不跟你说，是因为我怕你觉得我轻浮，觉得我就是那种见一个追一个的渣男，但我不是，我对你从来都不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上次你也看到了，谢之琳，法学系那个。谢之琳，行啊，那你们缺人不？我可以加入，三角关系更稳定。死变态！穿那么少，一路上我都没法好好开车，太想你了，就想这么一直黏着你。
宝宝，渴不渴？我去给你倒水。宝宝，娄萧，你怎么这么好？好啊你，偷看我备忘录。经念同学，你这是侵犯隐私，罚你亲我100下。那篇备忘录写了好久了，早知道你看了会主动亲我，我第一天就该给你看了。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正经不了。宝宝，那些东西我记了这么久，不是为了让你感动的，也不是为了装深情，是因为我这人真的记性不太好，怕忘了。你的事，我一条都不想忘。娄萧，我爱你。宝宝，你再说一遍。娄萧，我爱你。但是我只有1个小时，我哥不知道我溜出来，我爸那边其实他已经知道了。我现在不能天天跟你腻在一起了，至少暂时不行。没关系，1个小时就1个小时，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念念，相信我，我会摆平一切。总有一天，我会正大光明地站在你身边，牵着你的手走进你家大门。到时候你爸要打要骂，我全受着。好了，还剩55分钟，宝宝，你打算怎么整场我？想了一下，50分钟不够干嘛的，那就亲50分钟吧。记住这感觉，宝宝，以后除了我，谁都不能让你这样。到了。娄萧，我没课就来找你，好不好？我说了，我哥和我爸那边我会想办法。娄萧，我在努力走向你了，你等等我好不好？我们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你记不记得你说过什么？你说要正大光明的牵着我的手走进我家大门，要让我爸认可你，你要说到做到。你说的对，以后日子还长，等我把你爸搞定，天天下班回家就能抱着你，想亲就亲，想抱就抱，再也不用看时间。到时候你想跑都跑不掉了。念念，你老实交代，娄署长假公济私这出大戏是不是专门为你唱的？娄哥，我就问一句，我一个学金融的，为什么会在计算机学院的名单里？凑人数。你再说一遍。我说，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操，娄萧，你搞这么大阵仗，
就是为了约会是吧？你有意见？没有。唉，就是觉得我这辈子交了你这个兄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省省吧，你要是有女朋友，比我还疯，可惜你没有。我。经念同学，医学院的，上车吧。嗯。背包挺沉的，我帮你放行李舱。谢谢娄学长。你看见没，娄学长，这俩人搁这演呢，你管人家演不演？你先把你自己管好。我怎么了？你挡着我的炎炎晒太阳了。你坐这儿。温同学，根据座位分配最优底，我应该坐你旁边。你这算是邀请？算是基于客观条件的最优选择。行吧，坐。你放心，我带足了晕车药和片刻贴。如果你途中出现任何不适，我会第一时间对你实施救助。谢之琳，我只是坐个大巴，不是上前线。明白，但有备无患。唉，娄学长，你是不是坐得太近了一点？近吗？大巴车座位就这么宽，我也没办法。要不你跟司机师傅反映一下？你故意的。宝宝，为了跟你在一起，我连学生会都搬出来了，你还不让我挨近点儿？睡会儿吧，到栖霞山还得2个小时。最喜欢啊，可科技。就这样的抱紧你，就这样的亲吻你，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任性，想和你去看流星，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籍。是。帐篷扎在草垫上，往上走500米就是样方调查区，2人一顶帐篷，自由组合。下午2点开始分组做职位样方调查，晚饭自己生火做饭。有问题现在提。有。我没有户外生存经验，能不能申请跟会做饭的人一组？其实不好。第二，咱们俩是啊，教教。阮淑仪，你是不是在美食社待过？行，你跟商玉一组。妹子，我只会烧开水，全靠你了啊！没事，我会做。还小啊！哦，谢谢学姐。没事儿。妍妍，我也不会搭。你去年拿了野外生存训练的第1名。那是去年的我，今年的我早忘了。傅思雨，你能不能要点脸？不能，脸哪有你重要？金同学，你这是搭帐篷还是搭鸟王啊？你别笑，我第一次搭。以后这些事都让我来，你负责在旁边站着，指挥我就行。喏，满意不？
满意？那有没有奖励？亲一下，就一下。50个人都在呢，都在才刺激。我又没说要亲嘴，亲一下脸总行吧？不行。那手也行。楼下。好好好，不闹了，先欠着，晚上再说。晚上也不说。晚上再说。两只小猫，白色绒毛，它开着无声浪的懒腰。这是地宜，蔷薇科的，根可以入药，凉血止血。那边那丛是胡枝子，豆科的，耐旱，固土能力强。金老师，你讲的真好，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那你在听什么？在看你啊，你讲植物的样子特别好看。我好想谈场恋爱。金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什么问题？你刚才说地宜凉血止血，那我看你看得上火，该用什么药？楼萧，你能不能正经一点？这是在野外。野外怎么了？野外才刺激。注意安全，经念同学。野外实习呢，别动手动脚的。这是姐，这块特别难写啊，好，就真呗。哇！尝尝这张小标看，好动心丸，太美。哎！哼，不是同学，你这手艺是跟谁学的？就这么点盐和酱油，你怎么做出这个味儿的？自己瞎琢磨的。你这叫瞎琢磨？那我前19年吃的是什么？猪食。以后谁娶了你，那真是祖坟冒青烟。哎，你高中是几种的来着？我是附中的。附中？我也是附中的，你怎么不早说？那咱俩是校友啊？是吗？好巧。这人是谁？真小鸟啊！好姐，好姐。啊，那不是靳家的少爷靳南吗？他怎么来了？这还用问？找谁的不是明摆着吗？听说某人下午爬山的时候摔了一跤，疼不疼？给你带了点甜的，补补。靳少大半夜千里送糍粑，这待遇我们怎么没有？你们也配？我就伺候一个人。你还有脸来啊？我不想看到你。你不想看我，那我看你呗。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就是来给你送个吃的。你不理我，我照样来。靳少，大老远跑山里来追谁啊？还能追谁？追我未来女朋友。靳南，你是不是有病？谁是你未来女朋友？你啊，子锦，我这么惦记你，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全门上下电梯相会，所有问题就一步到位，我拉动枪栓让枪声清脆社会，难免人心。这个书呆子好像比我想的有意思多。不过妈的，这两个男人是不是约好了同时来折磨我的？靳小姐，你今天很好看。
上次医学院的学术论坛你没来，真是可惜了。协和的陈教授讲了他们团队最新的肿瘤免疫疗法临床试验，我记了些笔记，你要是感兴趣，回头我复印一份给你。谢谢裴同学，不用麻烦了。裴同学，其实我今天出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清楚。对了，你上次不是说实验室的细胞培养箱温度不太稳？我问了设备处的师兄，他说可能是传感器老化了，建议换个新的。他们那边正好有个多余的，我已经帮你申请了，下周就能调过来。实在不行，我再让裴家送。谢谢，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你的。不麻烦，你的事对我来说都不算麻烦。今天天气这么好，光吃饭有点浪费。我订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就在附近，不如我们先去打球。我不太会打高尔夫。没关系，我教你，很简单的。正好那边环境清静，适合聊天。来，你试试，不用紧张，打不到球也没关系。谢谢啊，试试。试试，哎，这个手多啊，随去管理，休息一下。楼哥，你猜我在高尔夫球场看见谁了？嫂子和裴家那个独子2个人单独在高尔夫球场，裴青树还手把手教他挥杆，你自己看。不是我说，这男的什么心思也太明显了吧？在哪儿？发定位。楼哥，你别冲动啊，可能就是普通朋友。发定位。这样对吗？对，就是这样。金小姐学得很快。裴同学，其实我今天答应出来是想跟你说，金小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在你开口之前，我想先跟你说几句话。你说。2年前全国中学生生物实竞赛，你拿了金奖，我当时在现场，是上一届的获奖者代表。你上台领奖的时候，全场都在鼓掌，但你好像完全不在乎。你从颁奖交兵手里接过奖杯，鞠了个躬就下台了，从头到尾没笑一下。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女孩子真特别。后来我查了很多关于你的事，你中考全市第3，高中3年所有大考没掉出过年级前3，钢琴10级，芭蕾舞蹈比赛省1等奖，最后还是选了最苦最累的清大医学院。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优秀的女孩子。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来清大。我知道你父亲属意我，也知道你们金家的事。楼萧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他不能给的，我也能给。金家和楼家的恩怨是道跨不过去的坎，你和他在一起，要面对的阻力有多大，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们就算能扛住2家人的反对，以后呢？他那个继母是什么人？他父亲是什么人？你能在那个家里过得舒坦吗？他为了护你，能跟董事会翻脸，跟所有人翻脸。可翻脸之后呢？他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你跟着他，能得到什么？楼萧那个人太疯了，他配不上你。你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你安稳的人，不是一个让你每天担惊受怕的人。我可以等你，等你慢慢看清楚，谁才是真正适合你的人。裴同学，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都对，娄潇确实很疯，他做事不顾后果，得罪人从来不怕多，名声也不太好听。可他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什么？他说他这辈子混惯了，什么事都无所谓，唯独我，他不会放手。你说了那么多他能给我的和不能给我的，可你漏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从来没让我选过。他不让我在家人和他之间选，不让我在安稳和爱情之间选，不让我在任何事情和他之间选。所有难做的事他都自己做了，所有难听的话他都自己扛了，他只让我做一件事，站他身后就行。裴同学，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不否认，但你对我的好是经过计算的。你算好了我爸喜欢你什么，算好了我应该需要什么，算好了我们两个在一起是所有人眼中的天作之合。可你从来没算过我喜欢什么，你甚至没问过我一句，经验，你开心吗？宝宝，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嘛？裴青树，是吧？裴公子这球打得不错啊，杆杆都往别人地盘上瞄。你这挖墙脚的功夫，可比你在实验室发的那几篇论文强多了。要不你换个专业，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更有天赋。娄潇，我没有兴趣跟你做口舌之争。你什么你？你是学医的，应该知道有个词叫病理性单恋。建议你给自己下个诊断，开点药，别老惦记别人的女朋友。这病拖着不治，容易变成癔症。我也不喜欢跟人废话，简单说两句，你听好了。第一，经念是我的女朋友，这辈子都是。第二，你刚才说的那些屁话我他妈全都听见了。你说我给不了她安稳，我告诉你，我给她的不是安稳，是命。谁要是动她一根头发，我能豁出这条命去。第三，你也可以叫她娄太太，提前预习一下，以后听习惯了就好。娄潇，你别太过分了。对了，裴同学，你怎么喜欢算计啊？怎么就没算出来，他喜欢你的概率是0？高尔夫，裴青树那点小心思真是写到脸上了。他自己高尔夫打得好，就选自己拿手的场子，想在你面前炫个技，让你觉得他多厉害，全程光顾着装逼。你怎么知道？这还用说？你那双手是用来拿手术刀的，不是用来挥球杆的。他连这个都不懂，还好意思说了解你？宝宝，你不会真觉得他说的那些话有道理吧？要不是怕你难做，我早就进去揍他了。走，哥哥带你去更好的地方约会。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反正不是高尔夫球场那种破地方。约会是干什么的？是让我家宝宝开心的，不是让我自己耍帅的。裴青树连这个都不懂，难怪单身到现在。娄潇，这是往哪儿开？金市。金市？怎么样，比高尔夫球场强点吧？你又什么时候弄的？上周订的，今天刚好送到。这艘是我自己选的，颜色是你喜欢的白，甲板上留了地方给你晒太阳。以后这艘就叫小公主号，只载你一个。Did you really think I'd just forgive and forget?
你不是说给我裹毯子吗？怎么把自己也裹进来了？我不进来，谁给你暖手？别动，让我抱一会儿。我让人查过了，这片海现在就咱俩。宝宝，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的。宝宝，上次在公寓没做完的，今天在海上，哥哥全部记。爸妈，你们还没睡？你今天去哪儿了？裴青素说你在高尔夫球场跟一个红头发的男人走了。经念，你告诉我，那是不是娄潇？是。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你会跟裴青树好好相处。我今天早上还想着我女儿终于懂事了，结果呢？你当着你爸的面一套，背着又是一套。念念，你什么时候学会骗我了？爸，我没有骗您，我今天答应和裴青树出去，就是想跟他说清楚，我不会和他在一起。从明天开始，老周来负责接送你上下学，早上从家里到学校，下午从学校回家里，不准去任何别的地方，周末不准出门。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跟我谈自由。爸，您不能这样。念念，你才多大？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等将来你受了委屈，哭都来不及的时候，你再回头看看你爸今天说的话，看哪一句是害你的。爸，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娄潇他……别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就照我说的做；不认，你随便。妈，我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我真的没有。妈妈知道。念念，你爸今天说的那些话，一半是气话，一半是真话。他不是怕你跟娄潇在一起，他是怕你受委屈。可娄潇不是他爸。其实你爸这个人呐，就是双标。当年你爸追我的时候，你外公和舅舅也是不同意的，还不是他自己死缠烂打求来的。念念，妈妈不告诉你该怎么选，但妈妈想告诉你一件事：任何时候，只要你觉得那个人值得，你想去见他，你就去。妈给你兜底。两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看的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还有两个人愿意为这段感情扛多少风雨。娄潇要是真心的，他会扛过去；你要是有决心，你也能扛过去。你爸那边别跟他硬顶，你越顶他越气，他这辈子最疼你，你稍微服个软，比你跟他争100句都管用。妈，谢谢你。快去洗澡，早点睡。他哭了没有？哭了。老婆，我是不是把他逼得太紧了？可我就是不甘心。我放在手心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养了18年的宝贝，凭什么让娄家那小子捡了便宜？可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谁娶她我都觉得亏，何况她还姓娄。
你当年要我和家里公开，我父亲也说你是金家那小子，不靠谱。怎么轮到自己当爹就忘了？孩子大了，路得自己走。我们能做的是站在他身后，不是挡在他前面。今天别走正门。为什么？你家司机我让人搞定了，他大概会消失2小时，管不了你。下楼，后门，快！帮我带回宿舍。如果爱残存些温度，这场梦会自动退出。醒来后挽留你脚步，你就穿这么点儿，不行，要感冒了怎么办？就会让你男朋友心疼。老周那边你怎么搞定的？他车胎被扎了，大概是路上不小心压到了什么尖锐物品吧，谁知道呢？啊，娄潇你干的？我没干，是钉子干的。钉子自己想不开，往老周轮胎上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宝宝，今天是今年的第1场雪，初雪。我外婆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在初雪那天和喜欢的人一起看雪，就会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不会分开。我以前觉得这话挺傻的，但今年不一样，今年我有你了，我就想管他傻不傻，万一灵验了呢？我得把你拉来，站在这雪里跟我一起看，看了你就跑不掉了。娄潇，今朝漂亮的杏眼已经弯成了2道约约，今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共白头？不要。什么？我不要也算，不许说这些丧气话。不要今朝，不要也算。念念，我要的不是一场雪的白头，我要的是真真正正的一辈子的白头。我们不要假的，我们要真的，要真的一辈子在一起。要你80岁了，头发真的白了，我还站在你旁边。经念，我们要长命100岁，还要白头到老，不许反悔。冷不冷？不冷，你怀里最暖和。念念，你刚才说的那句诗后面还有一句，你知不知道？什么？待到河清海晏日，与君共看万山春。意思是说，等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还要一起看春暖花开。你爸那边，娄家那边，所有的坎我都要跨过去，所有的仗我都要打赢。等到赢的那一天，我就带着聘礼正大光明的走进你家大门，跟你爸说，我来娶你女儿了。他要打要骂我全受着，他要是还不解气，我就跪下，直到跪到他点头为止。娄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一直都会，只不过以前没遇到值得我说这些话的人，现在遇到了，多说几句给你听听，免得你觉得你男朋友就是个只会打架飙车的莽户。
去吧，媳妇儿，到家给我发消息。回到过往那年，双脚暖好你的手掌，抓住阴影留下微光。此后迷惘，别往身旁。楼少让我转告您一句话，他跟娄振山不一样。娄氏和京氏联手，不是他讨好您的手段，是他觉得这件事本身对两家都有利。您要是愿意，利润6-4开，京氏拿6。他图什么？图您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您面前证明他配得上您女儿。娄萧那个小崽子，我到底还是小看了他。借刀杀人，兵不血刃，从头到尾没跟我正面交锋，却把我的退路全都给堵死了。动不了娄萧，不代表动不了他身边的人。金总，娄太太想约您喝杯茶，说有些关于令妮的事，想当面跟您聊聊。好。去吧。娄家4少的生日宴，圈子里但凡有头有脸的都收到了帖子。让老周送你去，宴会结束就回来，不许喝酒。好。回去休息好。宝宝，你来了。谢谢叔叔好。哎，真是巧。穿这么漂亮来给我过生日，今晚最大的礼物，是不是你自己？我本来还在担心不能过来了，但我爸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好说话，我觉得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的？说明你爸终于开始认我这个女婿了。你少贫。等我，别急，等会儿过来找你。等等，公司那边有点急事，我去处理一下，很快回来。在这等我，哪儿也别去。金小姐，娄太太请您去书房坐坐，说有些话想跟您聊聊。好，劳烦带路吧。金小姐，请坐。金小姐，还是那句话，你年纪小，有些话我不妨直说。你跟娄萧的事儿，我劝你趁早收手。他那个孩子从小就没有妈管教，也惯了，不知轻重。但你不一样，你是金家的千金，要是跟着娄萧胡闹下去，到头来吃亏的是你自己。方阿姨，您是不是特别闲啊？闲？我倒是不闲，只是想好心提醒你，娄萧那个小崽子根本不是你该托付的人，毕竟他连自己是谁的种都说不清。娄振山可不是他亲生父亲。
你说什么？你自己看。你胡说八道，恶心人也该有个神度。为了毁掉他，你连这种谎都编得出来，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底线？不觉得自己太下作了吗？楼萧不是你亲生的，你就可以随便往他身上泼脏水？金小姐，这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你可以不信，但外人会信，你父亲会信，楼氏董事会里那些早就看楼萧不顺眼的元老会信，到时候全京市都会知道楼萧不是楼家的种，他的生母更是个疯子，一个没有楼家血脉的野种，一个有精神病的疯女人的儿子，他凭什么继承楼氏的股份？凭什么坐在董事会的位置上？哼，楼萧的妈妈是贺家的独女，她要是真有精神病，当年楼震山娶她的时候，楼老爷子会不查？你当楼家的长辈都是吃干饭的？您编故事也编得像一点，别拿这种三流电视剧的桥段来糊弄我。还是说你是看贺家老爷子不在了，就想着给贺家造谣？金小姐，你还是太年轻了，在这个圈子里，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先开口，谁就赢了。这些文件，只要我想，明天就能出现在京市每一家有头有脸的媒体的传真机上。到时候你猜楼萧会变成什么？如果这些文件出现在媒体手里，出现在楼氏的股东大会上，出现在你父亲金钊的办公桌上，离开楼萧，跟他说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了，让他对你死心。你休想！你以为拿几张破纸就能让我离开他？你把我想得太好欺负了。我不是那个被你吓一下就会哭哭啼啼跑回家的小姑娘。但你记住一句话，楼萧是我护着的人，你要敢动他一根头发，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你念念，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谁欺负你了？没事，里面有点闷，出来透透气。没事，你眼睛都红了，是不是方姨那个老妖婆找你麻烦了？我听说她今晚也在。真没事，别担心。啊，宝宝，你眼睛怎么红了？没什么。没什么。你知不知道撒谎的小朋友鼻子是会变长的？不说也行，等宴会散了，我带你回家慢慢审。先别审我，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哦，还有礼物？我以为今晚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了。那个，生日快乐，我挑了很久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宝宝，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是我的。宝宝，帮我戴上。从今天开始，这项链就焊我脖子上了，洗澡不摘，睡觉也不摘。去哪儿？偷情。
宝宝，今晚是我的生日，可我一晚上都在应酬那帮孙子，连亲你的时间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想把你拉过来按在腿上？娄潇，不要！外面那么多人，没人会发现，这里是我的私人地盘，没人敢贸然进来。娄潇，念念，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现在，嘘，别出声，除非你想让他们知道你跟我在这里干什么坏事。宝，我们继续。今晚不把你亲，你男朋友这生日就算白过了。宝宝，今晚别回去了，好不好？不行，我爸那边我来搞定。娄潇，别闹了。我没闹。念念，我想跟你待在一块儿，1秒钟都不想分开。今晚就在我这儿，好不好？我新买了2套真丝睡衣，我想看你穿。宝宝，就1晚，让我抱着你睡，行不行？你还想躲着我？抓到你了，宝贝，等你好久。等我做什么？傅思雨，傅思雨，你到底想干什么？宝贝，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我想干的事情，从第一次见你时就在想了。这样吧，给你2个选择，是被我吻，还是自己吻我？自己选一个。傅思雨，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吗？你改不了，你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喜欢。我是打定主意要死在你身上的了，嫣嫣。傅思雨，你追我追得这么紧，我很好奇，那么多女生喜欢你，什么样的没有？你为什么非要缠着我不放？还是说我好心帮你，你居然恩将仇报？喂，爸。念念，你现在马上去市中心医院。你外公外婆刚从港城飞过来，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但过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司机伤得最重。你外公外婆在后座，伤到了头和腿。你妈已经赶过去了，我现在也在路上。宝宝，怎么了？你别吓我，发生什么事了？念念，别怕，我在呢，有什么跟我说，好不好？我外公外婆路上出车祸了，现在在市中心医院。宝宝，别怕，外公外婆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我们现在过去，从这到医院最多20分钟。走，我现在送你去医院。别追，出事了，让娄潇来处理。宝宝，别怕，有我在。
金伯父、金伯母，我是娄萧。念念在路上情绪不太稳定，等会儿不管医生说什么，我都会陪着她。妈，外公外婆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他们不是从机场直接过来的吗？那条路走了那么多次。念念，别怕，医生正在里面做手术，没事的。你舅舅舅妈已经在从港城飞过来的路上了，你哥和暮雪也正往这边赶，不怕啊，有妈妈在呢。妈，外公外婆怎么样？还在里面。娄萧，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家的事不需要外人插手，请你马上离开。念念接到电话的时候状态很差，我不放心让她一个人，所以跟来了。人送到了，你可以走了。我们家不欢迎你。阿旺，不要在医院大吵大闹，外公外婆还在里面检查。你是想让他们听见你在外面跟人吵架吗？如何？查清楚了吗？这场车祸究竟怎么一回事？你确定？查了监控，也问了路口第一个到现场的交警，司机是娄振山的人，姓郑，是郑国强的侄子。他在路口变道的时候，大巴的行车记录仪拍到了他的正脸，没有任何刹车的痕迹。娄萧，你爸让人撞了我的岳父岳母。前几天你那个助理来我办公室，说什么你想证明你配得上我女儿。我还在想，这小子至少比他老子有种。结果呢，你们父子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得真好。金伯父，别叫我伯父！你爸20年前在商场上阴我，我没说什么。后来他想对我母亲动手，我也忍了。现在他却让人撞我的老丈人和丈母娘，2个70多岁的老人刚从港城飞过来看外孙女，他连这种下三滥的事都做得出来。我完全不知道这事，娄振山做的事，我会给您一个交代。哼，交代？去跟你爸说一声对不起，还是等你爸把我女儿也撞进医院？爸，这不关他的事，他根本不知道，他跟他爸……念念，你到现在还护着他，他爸让人撞了外公外婆，你还敢站在他面前？你是不是觉得外公外婆躺在里面还不够疼？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跟娄振山不一样？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你是他儿子。他今天能对我家里人动手，明天就能对念念动手。你拿什么保证你不会变成第2个娄振山？娄振山做的事我并不知情，我从小跟他就不亲，他是我生父这件事我没得选，但我从来没有认过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您恨他冲他来，别把这笔账算在我和念念之间。我可以不要娄家，但我不能不要他。石老先生颅内出血已经止住了，但还没有脱离危险。石老夫人胸椎骨折，合并脾脏破裂，失血过多。手术虽然做完了，但2人的情况都不乐观，现在要转入 ICU， 能不能挺过去，要看他们的造化。姑姑。
医生，这边有人晕倒了。滚！你听不见吗？我让你滚！滚啊！你还嫌我们家不够惨是吗？怎么样了？夫人放心，一切如您所想。金家那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金昭在医院发了很大的血，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娄潇骂了个狗血淋头。金旺还动了手。娄潇那个小崽子呢？什么反应？没还手，也没说话。被金旺骂了以后，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后来走了。医院的人说他走的时候脸上全是血，魂不守舍的。好，很好。既然他们这么热闹，那我就再送他们一份大礼。夫人，这一招真是高。娄振山那个蠢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咱们利用了。你找个靠得住的人，把当年那件事捅给金家的小丫头。夫人，您是说那件事？对，就是当年娄振山让人绑架他的那件事。你让人把当时的监控记录、现场照片，还有绑匪的口供复印件全给他送过去，连同娄振山参与的证据。记住，要匿名，做得干净点。夫人，这事儿当年被金家压下去了，外面知道的人不多。要是现在翻出来，娄总那边怕是……翻出来才好，你怕什么？当年动手的是娄振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倒要看看金念那个小丫头，在知道当年差点被绑架的真相之后，还会不会对娄潇死心塌地？自己的亲爹差点害了他，如今又害了他的外公外婆，他能迈得过这道茬？对了，顺便再给娄潇送去一份。夫人，娄潇要是知道这件事，他跟他爸就不只是翻脸这么简单了。我要的就是他翻脸，让他知道，他亲爹不仅是撞了金念外公外婆的凶手，还是当年绑架金念本人的主谋。明白，夫人，我马上安排人去办。圆圆，姑父，姑姑怎么样了？爷爷奶奶呢？念念，舅妈在这儿呢，不怕啊。舅妈！表姐，你别太责怪自己了，娄烧他也不想的。我知道不是他的错，可他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要受这些？是我连累了外公外婆，如果不是我执意要和娄烧，娄振山也不会。表姐，别这样说。您是金小姐？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说这是您应该知道的事。你是谁？这里面是什么？表姐，
你看这个。念念，哥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哥在这儿。念念，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他就是刚才看见外婆从手术室推出来，情绪没撑住，让他缓一缓就好了。怎么，被金家的人打了？我早说过，金家那丫头不是你能碰的，你不听。现在好了，挨了打，知道回来找老子了。娄振山，你为什么要让人撞金念的外公外婆？你这是什么语气？跟谁说话呢？我在问你话，你为什么要让人去撞2个70多岁的老人？还有金念8岁那年被绑架，也是你的手笔吧？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别装了，郑国强的侄子开的车，路口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你敢说不是你指使的？是我让人去的，又怎么样？帮着外人来害你老子，你可真是我养的好儿子。京昭那个老狐狸敢收买你来对付我，我撞他岳父岳母是给他和石家一个警告。娄振山，当你的儿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够了！你大半夜跑回来，就是为了替京家的人来质问我。我最大的错误，就是跟你妈那个病秧子生下了你。怎么，我说错了？贺叶珍那个疯女人，当年怀着你就开始犯病，成天说有人要害她，疯疯癫癫的，我多看她一眼都嫌晦气。你说够了没有？没说够。你以为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管你？因为我一看见你就想起那个女人，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尤其是那双眼睛。京家那丫头，你以为京昭还会让你见她？做梦！我告诉你，再敢在背后跟我耍花样，下次你那个心肝宝贝出门的时候撞上什么，可就不好说了。你外公外婆已经脱离危险了，这边有我们守着。你去上课，正常吃饭，正常睡觉。你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妈妈和外公外婆最大的孝顺。念念，有什么事给哥哥打电话，随叫随到。无暇相拥，那悸动会凝结成琥珀。每当你开口，这语就连命运都记。我不问了，你好好休息，我随时都在。我没事，回来了，我在宿舍等你，给你买了芒果班七。好。宝宝，你现在在哪儿？让我见你一面好不好？就一面，说几句话就行。你骂我都行，打我都行。念念，你别不要我。念念，你终于出来了。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但给我5分钟，不，3分钟就行。我说完就走。我不为娄振山求情，他做过的事跟我没关系，我这辈子都不会认他。你外公外婆的事，我是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死也不会让他。念念，你别不说话，你骂我吧，骂完你心里能好受一点也行。或者你打我一顿，我保证不躲。今晚那一拳太轻了，你再打几下，打到解气为止。只要你别不理我，求你了。娄潇，对不起，
这几天我想自己一个人静静。好，静静好，静静当然好。你要静多久？1天、2天、1周，不管多久我都等。我不打扰你，我就远远地看着你，绝对不让你烦，好不好？你不用理我，不用回我消息，消息我还是要发的。你可以不回，真的可以不回，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在。念念，外套你穿得很单薄，外套记得拉上拉链，晚上凉。新公司的注册材料已经全部到位了，第一个地产项目我要在下个月之前启动。楼少，这个项目现在启动风险太大了，娄振山和方怡的人盯得很紧，他们正愁找不到你的把柄。新公司一旦启动，资金流向、项目审批、合作方资质，每一个环节都是他们可以做文章的地方。那就让他们做。我不是拦你，但这个项目如果被他们抓住把柄，损失的不仅是钱，还有你在业内的信誉。念安才刚起步，信誉砸一次，10年都补不回来。我等不了，他外公外婆还在 ICU， 当时他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整夜，我连给他递张纸巾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个还没毕业的学生，除了赛车什么都做不了。我不能等，何凡，我得快点站到足够高的地方，高到没有人能拿他威胁我，高到他爸觉得我配得上他，高到以后他再哭的时候，我有资格站在他旁边，高到娄振山和方怡这辈子都再也碰不到他一根头发。啊！你这个傻子，怎么不进去等？下这么大的雪，你在这站了多久了？没多久，就一会儿。你这些天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吃了，就是吃不多。为什么吃不多？怕你不要我了。念念，你刚才那样说，是不是原谅我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原谅的？又不是你的错。以后不许再站在雪里等了，要是感冒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铁打的？念念，你别不要我。念念，我们这算和好了，对不对？嗯。那我可以给你发消息了。你什么时候没发过？你每次都不回，我以为你是真的不想理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赛车不想碰，饭也不想吃，躺着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你。不是不想理你，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自己消化不了。所以这些天我只想一个人躲着，谁都不想见。娄潇，我好想你。想我你不早说，我还以为我即将被判无期徒刑了。张老师，经念，你现在方便来学校一趟吗？有件事需要你当面配合调查。什么事？有人向学术委员会实名举报你，说你上周发表在清大学考上的那篇论文，核心结论抄袭了别人的研究成果。举报材料写得很详细，学术委员会已经受理了，明天会正式启动调查程序。不可能，
张老师，我没有，那篇论文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参考晚线全部标注了出处，初稿、修改记录、查推报告我都留着，怎么可能抄袭？我知道，你是我带过最踏实的学生，你的水平我心里有数，但举报材料写得太详尽了，从论点框架到具体段落的对比表都列了出来。委员会按流程必须启动调查，举报人是匿名的。你现在过来一趟，把原始数据整理出来，明天一早我陪你去委员会当面说清楚。好，我马上过来。怎么了，宝宝？谁举报的？不知道，张老师说举报材料是匿名的。走，我送你去学校，上车再说。别怕，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没做过的事，谁也别想往你身上扣。念念，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白？念念，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数据全没了，格式化了，还重装了系统，谁干的？念念，这可不是不小心的，这是故意的。格式化之后还覆盖安装系统，数据恢复的难度比普通删除大了不止10倍。我的论文被人匿名举报抄袭了，原始数据全在里面。我本来想着云盘自动备份，但上个月实验室的网断了几天，我把自动同步关了，还没来得及重新打开。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肯定是有人趁我们都去上课的时候进的宿舍。那人知道你的电脑密码，知道你数据存在哪个盘，不是熟人根本做不到。张老师，我回到宿舍了，但我电脑里的数据被人全删了，而且不是普通删除，是全盘格式化加系统重铸。什么？全盘格式化？你确定？确定。地盘整个空了，回收站也清空了，系统日志显示3天前有人操作过，就是我在医院的那几天。先别急，原始数据你还有没有其他备份？发给过谁？拷到过哪个 U 盘，或者打印过的纸质记录？没有。实验室的网断了几天，我关了云同步，还没来得及重新打开。之前拷给灵芝的只是一版初稿的 PDF， 数据部分打不开。这件事儿已经不只是学术举报了，这是蓄意破坏。你先把电脑放着别动，锁好门。我明天一早就去系里调走廊监控，如果真的有人趁你不在进了你宿舍，监控一定能拍到。谢谢张老师。别怕，孩子，老师不会让你白白受这个委屈。先去休息，别自己一个人硬撑。宝宝，你在哪儿？还在宿舍？我已经在去学校安保室的路上了，监控我亲自去调。你电脑别乱动，回头拿给我。我认识几个搞数据恢复的，清大信息安全实验室的博士。你这种格式化重装的，他们应该有办法。娄潇，你怎么比我还急？废话，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事哥哥给你兜着。念念，你别怕，哪怕把整个清大拆了，我也会给你讨回公道。我知道了。你那可爱的小脑袋瓜，除了想我，别的什么都不用操心。娄少出马啦！行啦，大救星都发话了，你就安心等着吧。谢谢。你看着我的时候，流星花。
是个老手，手套都戴着，指纹也没留。让我看看，这是谁家的小朋友，一个人在这儿发呆？哦，是我家的，那没事了。娄萧，你来了。宝宝，今天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说了，有人录了视频发给我。我当时在想，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啊？帅的我都想冲进教室当众亲你了。你又胡说八道。我说真的，念念，你今天说的那些话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你是替你导师，替所有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说的。你比你想象的要勇敢得多。我还听到有人议论，说医学院的经验太飒了，被冤枉也不哭不闹，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榜样。我其实很怕，我怕他们真的不相信我，怕张老师因为我受牵连，怕我爸知道以后更觉得我不该学医。怕什么？男朋友在这儿呢。念念，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那就是你明明有那么多路，却偏偏选了最难走的那一条。我的小公主，你的世界本该只有月光与玫瑰，所以别让那些蝼蚁脏了你的眼。万般险恶，自有我来为你荡平。小静医生，请你每天保持心情愉快。娄萧，谢谢你。谢什么？以身相许就行。谁要跟你以身相许？一天到晚没个正经。Sorry， 恐怕我这辈子最正经的就这一句了。走，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站这别动。上次在这里亲了你，总觉得欠你点什么。后来想了很久，我欠你一场盛大的告白。我这人以前活得很混，没想过未来，也没打算跟谁交代什么。我曾以为自己会永远流浪，但遇见你之后，我便开始贪心，想和你有个以后。已经很难动心，在我这样的年纪，有时会回避，也有时候逢场作戏。成年人的默契，就请麻痹过去。这戒指定的那天我就想好了，这辈子只买这一次，只给一个人。念念，我爱你，你是我此生唯一归宿。我知道我毛病很多，名声不好，脾气差，占有欲强，还总爱跟你耍无赖。所以我只求你，给我一个资格，让我从此能名正言顺地爱你、护你，占据你全部余生，让我做你的娄萧，你一个人的娄萧。好，娄萧，好。这辈子我只要你一个。完了，经念同学，这下你可跑不掉了。法律意义上可能还差个证，但在我这儿，你已经是我老婆了。谁是你老婆？还没嫁给你呢。戒指都戴上了，还想赖账？认识你之后的650天，我只是希望他们过得慢一点。宝宝，怎么亲了这么多次还不会换气？请不要幻灭，喜欢你的原有时时刻。谁不会换气了？我终于
那刚才憋得脸都红了，是怎么回事？不怕，咱们多练练就好了。反正这辈子就你一个，我可以慢慢教，教到你会为止。明明是你，你每次都亲得那么凶，跟要把人吃了一样，我哪有机会换气？我的错。可你怎么不想想是谁害的？怪你太甜了，宝宝。你说的对，我就是想把你吃掉。下次在床上换不了气可不准哭，你知道的。你越哭我越不放过你。娄潇，你一天不说骚话能死是不是？宝宝，雪下大了，冷，车就停在外面，咱们去车里躲躲，好不好？暖气开好了，后座够宽敞，窗户贴了防窥膜。你老公我现在想找个暖和的地方跟你待一会儿。不要，我要回宿舍。就单纯聊会儿天。所以我未来的娄太太，你是想跟我先上车练习换气，还是直接在这儿让你哭着叫老公？娄潇，叫老公。不要，不要。说了要教你换气，第一课，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宝宝。娄潇，你别别什么？别亲这里，还是别靠你这么近。念念，老婆。宝宝，你说你爸要是知道我提前把戒指给你戴上了，会不会拿高尔夫球杆追着我打？会的，我爸高尔夫打得还不错。那你到时候帮谁？帮我爸。小公主，你可真是我亲老婆。还疼吗？早不疼了，你哥那拳算什么？为了你挨10拳都行。娄潇，等学术委员会还我清白之后，我想带你再去看一次我爸。你怕啦？怕什么？就是觉得你爸上回在医院走廊里看我那眼神，跟看杀父仇人似的。我这张嘴你也知道，正经话说不了3句半就开始跑偏。万一把未来老丈人得罪得更狠了怎么办？那你之前在我哥面前不是挺横的吗？一口一个哥，叫的比谁都顺口。那不一样，你哥年轻又打不过我，你爸是真能让我进不了你家门。娄潇，你听好了，你就是你，你不需要替娄振山背任何罪。你是我选的人，我爸再怎么生气也不能否认一件事，从头到尾你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我的事，这就够了。宝宝，你怎么每次都能刚好说出我最想听的话？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够了。我爸那个人嘴硬心软，他其实就是想看我过得好。你对我好，他总有一天会看见的。到了，空调送你回家。明天早上再来接你，记得给你的空调充下电。这就充。就亲1下，这电充的也太敷衍了，起码得再亲10下。娄师傅，你这空调能耗太高，再说废话我就把你卖了换别的。别的可没我会暖床，
快进去，外面冷，别冻着我媳妇儿。谁是你媳妇儿？戴了我戒指的那个。赶紧的，到家发消息，否则我就把车开你家楼下按喇叭。到家啦，空调晚安。晚安，宝宝，梦里给你制热。大小姐，您回来了。先生在书房说，小姐您回来了，就让您过去一趟。知道了，我这就去。爸，我回来了。进来。念念，你长大了，已经开始学会件件事都瞒着爸爸了。爸，我没有。哦，没有。那有人跟我说你抄袭了别人的论文，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抄袭，我爸在诈我。爸，那些所谓的抄袭证据从头到尾都是假的。乖女儿，你受委屈了。爸，你是我京昭的女儿，你什么品性，我这个当爸爸的比谁都清楚。我气你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抄了，是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一个字都不跟我说。你觉得你爸爸我是那种连自己女儿都不信的人？没有，我是不想让您担心。外公外婆出事，您已经够累了，我不想再给您添乱。添乱？念念，你是觉得爸爸不能给你撑腰了吗？我就是觉得自己长大了，不该什么事都靠家里。念念，是不是有了男朋友就不再依赖爸爸了？没有，爸，我没有那个意思。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傻孩子，爸爸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为你操心。爸，我出事的事是谁告诉您的？这不重要。爸，我说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人欺负我女儿，我这个当爸的不可能坐视不理。念念，我把你培养成今天这个样子，不是为了让你被人泼脏水的。你可以吃苦，可以受累，但不可以受委屈。吃过的苦会让你变强，受过的累会让你长大，但受过的委屈只会让欺负你的人变本加厉。不过念念，爸爸也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如果这件事解决不了，我说的是如果学校的调查结果不尽如人意，或者事情闹得太大，影响了你在国内的发展，爸爸想安排你和裴青树一起出国留学。什么？出国留学，小裴正好也在申请国外的医学院，你们专业相同，研究方向也接近，一起出去相互有个照应。学校那边爸爸来联系，你在国内的绩点和科研成绩够升任何一所顶尖医学院，换个环境对你来说也许是好事。爸，我不去。念念，我说我不去，不管这件事能不能解决，我都不会出国。第一，我没有抄袭，没有做过的事，我不需要跑。我要是走了，那些诬陷我的人就会说我是心虚，我这辈子都洗不掉这盆脏水。第二，我的学业、我的实验、我的导师、我的同学都在这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娄昭在这里，我不会丢下他一个人走。念念，你有大好的青春前程和理想，你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人，也许过几年就会发现，他并不值得你为他放弃前途。爸，您当年追我妈的时候，外公和舅舅都不同意，您是怎么做的？您自己说过的，您这辈子做过最不后悔的事，
就是当年没有因为外公和舅舅反对就放弃我妈。我不是要拿您和我妈来比，但爸，您能不能信我一次？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谁对我好，谁值得我站在这里不走。娄潇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从头到尾他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护着我。您将我培养到现在，指尖的温度，不就是为了让我能有今天的底气吗？你呀，不愧是爸爸的女儿，跟你爸我当年一模一样，认准了的事儿，8头牛都拉不回来。那您这是答应了？哼，打住！答应什么？别偷换概念，我什么时候说答应了？我只是说学校的调查结果没出来之前，这件事先不提。但娄潇那小子，你让他最近别在我跟前晃悠，我这口气还没消，看见他那张脸，我怕我忍不住动手。哎呀，爸！行了行了，别撒娇，我这把老骨头经不住你这么晃。爸，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可别，去找你那个娄潇去吧，反正你爸说的话现在也不值钱了。我不去，我就在家陪您。娄潇哪有您重要呀？那丫头不肯走，油盐不进，把我说的哑口无言，还拿我当年追你的事儿堵我。怎么，被女儿将了一军，心里不好受？我是怕她吃亏。对了，方姨前段时间想约我见个面。她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说娄潇那小子不简单，想跟我联手把人处理干净。你答应了？怎么可能？我今朝这辈子没做过这种下作事。再说了，方姨这女人心思毒得很。娄潇生母当年是怎么死的？娄家对外说是病逝，可我的人从娄家老佣人那里打听到的却不是这么回事。他今天能为了利益来找我联手，明天就能为了利益对念念下手。念念说的对，娄潇那小子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倒是这个方姨，我越想越觉得，他当初接近念念，就没安什么好心。我也觉得方姨这人太精于算计，念念性子直，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没答应是对的。圆圆，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咱们的女儿。方姨想借刀杀人，我还没老糊涂。念念，你快别往南门口走了，出大事了！门口有一群人拉着横幅在闹事，说你抄袭，还说你仗势欺人，好多人围着在看，直播都开了好几个了。我从侧门绕过去看看。你疯了？他们就是冲你来的，你还往跟前凑？我不去，他们只会闹得更厉害。请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拥挤。抄袭者滚出清大，滚出清大！抄袭者变成你，滚出清大城！是经念。家人们看啊，这就是金圈公主的真面目，靠着家里有权有势抢我们普通人的学术成果。就是他，他抄了我整整3年的研究成果。我辛辛苦苦做的实验，他动动手指就据为己有了。你抄了我的论文，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们金家是不是觉得自己有钱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我为了那篇论文熬了多少个通宵？你知道做原创研究有多难吗？走正下店。你没有生成的，有你啊！我没有抄袭，学术委员会已经在调查了，请大家理性看待。理性？你删了数据就是心虚。对，是就是心虚。你说我抄袭你的论文，那请问你的实验样本采集地点在哪里？样本量是多少？对照组是怎么设置的？你问这些有什么意义？你抄了我的东西，现在还来反问我？因为你口口声声说我抄了你，
却连自己被抄的论文最基本的实验参数都说不出来。一篇能上学术期刊的论文，从选题到实验到数据分析到成稿，少则半年，多则1年，每一个环节都会在研究者脑子里留下刻印。你说你熬了无数个通宵，却连自己用了什么分析方法都不记得了？滚出！进来什么经典？就剩下，听到声线，找到声线，就是找到声线，就是声线。够了，你们不要再拍了。这里是学校，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有什么问题，请你们走法律程序。聚众闹事是违法的。哟，这就护上了。看来这金小姐的桃花运不错呀，还有小白脸撑腰。就是。金同学，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干什么？站在那群人面前自证清白，他们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他们是来搞臭你的名声的。我知道他们不是来讲道理的，但正因为如此，我才更不能躲。躲了，他们就赢了。我可以输给真相，但绝不能输给沉默。你越是跟他们辩论，他们越有素材可以剪辑，断章取义，往你身上泼更多脏水。直播弹幕和评论区已经开始反转了，你不用再多说任何话。我已经联系了律师，学校那边也在加急走调查程序。这2天你先避避风头，让他们你刚才说让谁避风头？我女朋友被人泼脏水，你让她躲，躲什么？躲起来等谣言自己散，还是躲起来等你裴大才子来替她出头？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还在上课吗？课哪有宝宝重要？现如今这场景，我要是还坐得住，那才叫不正常。裴青树，你这点小心思骗骗别人就算了，别在我跟前演。你拉着他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真的保护他，还是想让人觉得危难时刻只有你裴青树站在他身边？宝宝好棒，刚才一个人怼的那群人话都说不出来，我家宝宝怎么这么厉害？娄潇，你能不能看看场合？这么多人呢，你正经一点。不能，正经是留给外人的，你又不是外人，你是我内人。走，我的律师已经在路上了，门口那群人一个都跑不了，这回老子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哎，刚才不是挺能喊的吗？怎么现在一个个蔫了？我就问一句，指使你们来的人给了你们多少钱？一个人500，还是1000？根据目前京市群众演员的市场行情，举横幅200，喊口号300，接受采访加500，愿意上直播露脸的1000否顶。那位冤枉金小姐抄袭的马尾女生应该是领头的，可能拿了3000，不能再多了。贺凡，让他们把二维码拿出来，指使你们的人给多少，我给10倍。现在扫，现在付，付完钱立刻从我眼前消失。指使我那个人给了我1000块。真给了10倍，整整1万！上涨铁拳，上涨铁拳！打什么回来呀？找电话呀！1000块啊！我也要，那个人给了我5000块。这什么操作？用钱砸，还带这样的？10倍啊！我天，那得多少钱？这几个人少说有几十个吧？哎，金圈太子也了不起啊！不是，你们不觉得这招很绝吗？比报警还管用，报警还得做笔录，这个3分钟全散了。
金小姐，给您添麻烦了。下次我会建议楼少用更低调的方式处理。你疯了？给他们那么多钱干嘛？他们拿钱办事，我也拿钱办事，这叫市场经济。再说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你男朋友穷的就剩钱了，不花在你身上，留着生仔。可你把他们全放走了，还怎么查幕后主使？放心，宝宝，你男朋友聪明着呢。刚才那些人出示二维码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贺凡那台平板电脑后台全部自动留存了。钱是买他们闭嘴走人的封口费，也是买他们信息的名册。现在这些人从闹事者变成了证人，那人给了他们多少钱，通过谁联系上的，谁拉的群，谁交代的话术，我一个电话就能挨个问出来。娄潇，你能不能站好了，别贴着我，好多人看着呢。看就看呗，我抱自己老婆碍着谁了？娄潇，你要点脸行不行？这是校门口，不是你家客厅。校门口怎么了？校门口就不能秀恩爱了？我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人，省得某些不长眼的东西还以为有机可乘。你也会夸他好可爱，对吗？算了，我不问了。你和小帅玩吧，我只是个爱吃醋的小男孩，你总拿我当小猫，开心的时候才逗逗我。你说什么呢？裴青树刚才是看我被那群人围着，怕出危险才拉我的，你连这个都要吃醋？吃醋？我哪敢？人家裴青树什么人啊？清大医学院的高材生，论文发了好几篇，还是你爸钦点的未来女婿，这醋我吃得着吗？娄潇，你好好说话行不？所有问我闹够了没有的人，本人在此声明，我还没开始闹。明明是我更可爱吧？从今儿个起，我转行当打光师，专门为你们的爱情打光。娄潇，差不多得了啊！你是谁？你是我男朋友。裴青树连我的普通朋友都算不上，你拿自己跟他比，是不是太看不起自己了？好吧，吾承认，吾就是吃醋了，还酸的一批。好啦好啦，不酸了，你最可爱，全天下第一可爱，小宝宝，乖，我只喜欢你一个人。谁是小宝宝？叫老公。想要我不酸也可以，你不准和除了我之外的生理性别为男、外男内女、外女内男、外男内不男、外女内不女、又男又女的人说话，只能和我说话。幼稚！错了错了，宝宝别生气，你明明知道我很粘人，我粘不到人就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还这样一直不理我，这完全就是在虐待我。刘校长好，陈主任好。经念同学，请坐。经念同学，你的导师张教授向委员会提交了你和他之间的邮件往来记录，时间妥和修改痕迹都很完整。从这些材料来看，你的论文写作过程是清晰的，有据可查的。但举报方也提交了证据，对方的论文确实比你的早发表了3天，2个版本的相似度高达85%，从选题框架到实验数据再到结论，连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都几乎一致。所以，委员会的意思是，经念同学，昨天的事现在闹得实在太大了，校园论坛、短视频平台都在发酵。学校不是不相信你，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为了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也为了保护你本人的人身安全，
学校决定暂时对你进行停学处理。停学？凭什么？这不公平！张老师提交的邮件记录，难道还不够证明我的清白吗？我的原始数据是被人故意删除的，我才是被抄袭的那个人。你们凭什么停我的学？经念同学，情况你也看到了，昨天的闹剧已经不仅仅是学术纠纷了，它上升到了公共舆论事件，严重影响了我校的招生声誉和社会评价。副校长，那些人是校外的闲散人员，是有人恶意陷害。学术委员会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我知道，张教授已经向我汇报了你们掌握的线索，但舆论不等人，现在网上都在骂我们包庇权贵子弟，如果不采取点措施，那些家长、媒体这些人都会盯着我们。这太荒唐了！经念是我最好的学生，这个时候停他的学，等于是把他往绝路上逼，也寒了其他做学问的人的心。老张，我也想保他，但现在的局势，如果不牺牲一下个人，学校的公关危机怎么平？这只是暂时的，等风头过了，调查结果出来了，再恢复学籍也不迟。那要是一直查不出来呢？我是不是就一直不能回来了？经念，你要理解学校的难处，这是为了大局。娄潇，我们去约会吧。现在？就现在。我想跟你待在一起。可是你爸那边……没事。没事？宝宝，什么叫没事？该不会你爸同意咱俩了？念念，你爸终于肯认我这个女婿了，是不是？我就说，你男朋友这么优秀，他迟早得点头。又翻开聊天记录，停在8年前的下午，你语气礼貌又亲密，我们算什么关系？像淋了一场雾中的雨，湿了身看不清你，我吞下你随口哼的歌，去问过你爱去的小吃店，也路过，不敢戳破，怕朋友都没错，是我的懦弱。去哪儿，宝宝？走这么急干嘛？我好想弄丢了你，去你那儿，就现在。心碎的空前绝后，却没资格去质问一句。我好像失去了你，连身份都站不住理。你故事宝宝，这么急着投怀送抱，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念念，你今天……别说话，娄潇，让我来。娄潇，没什么，就是想叫你一声。傻不傻？睡吧，我在这儿呢。再见，我的少年。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最矫情的情绪，最害怕告诉你。要
怎么去证明，要怎么去冷静？要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深爱过的你，其实情深无法继续。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说心里话，他人呢？走了。走了是什么意思？走哪儿了？我妹今天早上的飞机和外公外婆去了港城，她说知道你会来，她要换个环境重新开始，到时候会去国外。让你别找他了。为什么？你骗我！他昨天还跟我说你爸已经同意我们了，他不会就这么走的。他让我还给你。他说过不会不要我的。他为了你不惜给爸下跪。娄家弄出这么多幺蛾子，你要是还有半点良心，就别再拖累他了。清大官网出公告了，今年那件事查清楚了。怎么说？举报材料是伪造的，那篇所谓的早发表3天的论文，实际提交时间比今年的初稿晚了整整2周。发表平台是个可以随便改时间出的野外网站。那门口那个哭惨了的女生呢？她是被人指使的。偷了经验的实验数据，然后倒打一耙。有人给了钱让他顶罪。副校长刘振海呢？他之前不是说要不畏强权吗？停止审查了，收受贿赂，干预学术调查，公告上都写着呢。清大向经验郑重道歉，恢复了他全部的学术声誉。可他已经不回清大了。子音，你别哭了，再哭眼睛明天得肿成核桃了。念念，你走了，娄潇怎么办？你真的舍得他吗？你一定要每天给我发消息，不管多晚我都等着。好。念念，外边有个男孩子找你。外婆，让他走吧，我不见他。嗰個係你中意嘅男仔吧？外婆活咗呢把歲數，限人唔會錯。攞孩子能聯合你爸把事情擺平，又追到嗰嚟，就唔係個能輕易放棄嘅主。人呢一輩子會遇到好多人，有得人上路邊嘅實子，踢開也就踢開啦。可有得人唔一樣，佢係你心口嘅一塊肉，說清楚也好各自安好。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不是在马场的时候才喜欢上你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在我外祖父贺老爷子的寿宴上，你应该不记得了。那些京圈世家的小孩都围着我骂，说我是没妈的孩子，有娘生没娘养，还朝我扔石头。当时我站在角落里，没人帮我，只有你站出来了。你挡在我面前，跟他们说不许欺负他，你还跟他们打架，
打得辫子散了，裙子也脏了。还有这个，是高中的时候有一年过年宴会，我远远看见你和你哥在一起，你的发圈掉了，我捡起来想还给你，可惜你已经走了，所以我才一直留着。念念，我喜欢你，暗恋你很多年了，不是一时兴起，不是见色起意，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只知道那个护过我的小姑娘，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天上的月亮。娄萧，你这个傻子，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该拿你怎么办？我该拿你怎么办啊？念念，别走，求你别走，有什么我们一起扛，好不好？那些事我不怕，娄家我不怕，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我不能失去你，念念，我真的不能。娄萧，对不起，我爸答应救你的条件就是让我出国，和你彻底断了。娄萧，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拿你换我自己的任性。他们还会再来的，他们还会拿我威胁我爸，拿我威胁你，我不能让你再因为我出事了。所以算了吧，娄萧，我们分开吧，你好好过，以后别再一个人扛着了，找个比我好的姑娘，要脾气好，要心疼你，要家里人都喜欢你的，你会成为很厉害的人，会有很多人爱你。至于我，就忘了吧，往后我祝你平安喜乐，无病无灾，祝你继续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祝你每一场比赛都平安冲线。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个谁也打不倒的少年。念念，念安集团那个名字，念安的念是你的念，念安的安是你平安的安。我创办它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光明正大的娶你回家。你就这么走了，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靠，老子服了！别抽了，有什么事说出来，兄弟们陪你扛就是了。阿萧，只要人没死，就有翻盘的机会。他是为了救你才走的，你这样糟蹋自己，他要是知道了，心里会更难受。娄少，公司那边还有一堆事等着您处理，集团刚重新起步，不能就这么垮了。何凡，把烟给我点上。娄少，您已经连续48小时没合眼了。不碍事，我得跑得更快一点，再快一点。阿萧，你他妈把自己当铁打的，还想着他是不是？阿萧，只要人没死，就有翻盘的机会。他是为了救你才走的，你这样糟蹋自己，他要是知道了，心里会更难受。我得变强，强到没有人能拿他威胁我。这里的樱花比京市开得晚，但更盛些。你喜欢的话，下周我们再去波士顿公园看郁金香。裴青树，我答应我父亲和你一起出国，只是因为我要保护金家，保护娄萧，并不是因为你。我不喜欢你，
也不可能会喜欢上你。我知道，我从没想过要你立刻接受我，我可以等。你不用等，你等不到的。我的心就那么大，装下了一个楼萧，就再也塞不下任何人了。哪怕他现在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打算给别人留位置。裴青树，你是个好人，但请你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楼萧，你在做什么呢？今天天气好不好？燕萧幸福好不好？